当夏雨儿的长枪攻杀阵粉碎之后，此地内外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那蓝发女子的实力竟然会如此强横。夏雨儿已经连续胜过了九玄宗的3位弟子，可是在这蓝发女子面前，显然连一战之力都是没有。沉寂片刻后，倒是那蓝发女子率先打破了沉默。接下来你收我功。蓝发女子说道。不必了。可夏雨儿却是摇了摇头道，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认输。话罢，夏雨儿便走了回来，退到了新一长老身后，楚风的身旁。距离如此近，楚风能够看到夏雨儿的脸色很不好看，像是受到了打击一般。这倒也正常，任凭夏雨儿平时伪装的再好，可身为星陨圣地圣女的她，终究有一颗高傲的心。同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她竟与对手有着这么大的差距，这让夏雨儿那高傲的心受到了波动。夏姑娘无碍，有我在呢。就在此刻，修罗赵坤却走到了夏雨儿身旁，做出了一副有事不怕，毕竟有我在的自信表情，那就有劳赵公子了。夏雨儿本来很不喜欢修罗赵坤，可是现在连他都败了，唯一能够帮他星陨圣地挽回颜面的，也就是修罗赵坤了。倒不是夏雨儿看不起楚风，若是看不起楚风，夏雨儿就不会请楚风来了。只是经过先前的交手，夏雨儿能够感受到那蓝发女子有多强横。那女子和他虽然同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可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他才觉得连他都不是那蓝发女子的对手，楚风也是难以抗衡。这样的存在在同等境界中简直是不可战胜的。而眼下若是真的还有人能够胜过那蓝发女子的话，就一定是修罗赵坤莫属。所以哪怕夏雨儿并不喜欢修罗赵坤，可是修罗赵坤的界灵之术他还是承认的。事实上，修罗赵坤的名气能够传出大千上界，足以证明他非寻常之辈。不仅夏雨儿这样想，几乎星陨圣地的所有人都这样想，哪怕新一长老此刻也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修罗赵坤。此刻修罗赵坤的身上可以说承载着星陨圣地所有人的希望。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修罗赵坤则是越发得意，他鄙视地看了楚风一眼，随后拍了拍楚风的肩膀，这才说道，兄弟别慌，有我修罗赵坤出马，你就不用出去丢人现眼了。对于修罗赵坤的讽刺，楚风却是不以为然，而是淡然一笑。在楚风看来，修罗赵坤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他没必要和这种人争辩。而见楚风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修罗赵坤则很是不爽，随后他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便身形一跃，落到了那女子的对面。这修罗赵坤还真是嚣张，哪怕那蓝发女子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可是修罗赵坤却依旧没有将对方放在眼中，目光内尽是轻蔑。我攻你手可好？修罗赵坤说道。可以。蓝发女子说话间，大袖一挥，一道结界阵法便将其覆盖。这阵法正是他先前将夏雨儿那长枪攻杀阵给震碎的防御阵法。这样厉害的阵法，他竟能如此轻易的连续施展2次，这也太厉害了。星陨圣地的那2位小辈坐不住了。先前和夏雨儿的一战，他们都知道这女子的厉害了，可是本以为这样厉害的阵法第2次施展会让他多消耗一些结界之力和时间，没想到他竟然又这样轻描淡写的施展了出来，这也太轻松了。而正因为他的轻松，才凸显了他结界之术的厉害。可在旁人震惊之际，那修罗赵坤却依旧不以为然。姑娘，我提醒你一下，现在你面对的是我修罗赵坤，你若还是那般轻敌，你可是要败得很惨的。所以我要问一问，你确定就这样了吗？不继续修饰一下你这阵法？修罗赵坤问道。不必了，破开我这阵法，算你赢。蓝发女子说道。哈哈，你这小姑娘还真是嚣张。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修罗赵坤有必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修罗赵坤说话间，大袖一挥，掌心一握，顿时金芒冲天，金芒涌动之间，竟有一把结界大剑出现在了掌心之上。那是一把金色的大剑，长达10几米，上面竟然盘绕着3条金龙，就像活物一般，引人瞩目。这莫非是鼎鼎有名的攻杀阵法3龙破天剑？看到这把大剑，星陨圣地的长老也是目光一亮。的确，这真攻杀阵法3龙破天剑。修罗赵坤的爷爷赵匡风亦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便确定了众人心中的猜测。一时之间，莫说星陨圣地的那2个弟子，就连夏雨儿也是目光一动，倒也不是他们大惊小怪，实在是那3龙破天剑威力太强。据说那可是许多龙纹级仙袍界灵师耗费许久时间也无法修炼成功的阵法，可是修罗赵坤竟在挥手之间就布置出了这样厉害的攻杀阵法，这更是证明了修罗赵坤的实力绝非浪得虚名。也别说我欺负你，你挥手之间布置的防御阵法，我就用挥手之间布置的攻杀阵法来破。修罗赵坤手握3龙破天剑说道。口说无凭，能否破开还要看你本领。蓝发女子说道。别急，这就叫你知道我这3龙破天剑的威力。一道金光闪过，修罗赵坤已是将手中的3龙破天剑丢向了蓝发女子。那3龙破天剑速度极快，眨眼间已是轰在了蓝发女子的防御阵法之上。可是那3龙破天剑竟如同先前夏雨儿那长枪攻杀阵一般，没有造成一丝涟漪，就被定在了那阵法之上。在这一瞬间，星陨圣地的2名男弟子顿时心中一沉，都以为修罗赵坤是败了。可是夏雨儿以及在场的老一辈强者却都没有感到担忧，他们都知道这3龙破天剑的威力绝对不止眼前所见这么简单。阵起。就在这时，修罗赵坤单手捏诀轻喝一声，下一刻竟然龙吼阵阵，那盘在3龙破天剑上的3条真龙竟然自剑体脱落，化作100米巨龙。3条100米巨龙栩栩如生，威势骇人，围绕着那防御阵法
便发动了凶猛的攻势。一时之间，莫说涟漪四射，更是天摇的晃，好厉害！不愧是修罗赵坤。见此一幕，先前还担忧的那2名星陨圣地的弟子，顿时喜笑颜开，兴奋不已。可是，如新一长老和拓跋长老等高手，却是眉头皱了起来。那2名小辈看不出门道，只能看看热闹。但是新一长老他们这样的高手，却一眼就看出了真实所在。眼下，修罗赵坤的3龙破天剑的确是发挥出了极强的威力，可是那蓝发女子的防御阵法却依旧是纹丝不动，哪怕修罗赵坤这3龙破天剑也无法撼动那女子的防御阵法。终于，修罗赵坤的3龙破天剑威势散去，而那防御阵法也是完好无损地浮现在众人眼前。修罗赵坤，包括夏雨儿以及星陨圣地的小辈，皆是大惊，他们都没想到，在3龙破天剑那样强大的攻势下，那女子的阵法竟然完好无损。此刻，修罗赵坤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先前的高傲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慌乱。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败，并且还会败得如此之惨，所以对于眼前的局势，他可谓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无妨，你只是未能攻破我的阵法，还算不上是你败，除非我能攻破你的防御阵法。就在此刻，蓝发女子说道。听得此话，修罗赵坤如释重负，他忽然想起来，这结界之术的对决是彼此攻防，率先攻破对方者才胜。先前夏雨儿是意识到和蓝发女子差距太大，所以主动放弃了，可是他修罗赵坤却不能放弃。好，姑娘手段果然利奥的，不过我修罗赵坤接下来可要认真了。姑娘，你……修罗赵坤话未说完，那女子掌心握紧，一把金色的匕首出现在了手中，那同样是一把结界阵法，只不过看上去就太过简陋了一些。可以这么说，女子这匕首与修罗赵坤的3龙破天剑相比，简直就不能比，因为差距太大了。姑娘，你这是何意？莫非你就要用这阵法来破我的阵法？修罗赵坤问道。怎么，不行吗？蓝发女子问道。行，当然行，不过这一次我可是准备认真的。修罗赵坤说道。你不必管我布阵用了多久，你的时限依旧是一炷香，从你布阵开始算起。蓝发女子说道。狂妄，这才是真正的狂妄。尽管女子说的轻描淡写，可却将她的狂妄展现得淋漓尽致。哼，既然如此，那我可就开始了。蓝发女子的狂妄激怒了修罗赵坤，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他似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胜过那蓝发女子，所以这一次他的阵法布置得格外认真，用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才布置完毕。终于，一炷香的时间到了，而修罗赵坤的防御阵法也是布置完毕。那是一道非常精湛的阵法，如同堡垒一般，不仅给人一种坚不可摧之感，甚至这阵法还有上千名护卫守护，这简直就是防御阵法中的巅峰之作。这绝对也是一种很厉害的阵法，至少在大千上界有些名气。所以当这阵法布置而出后，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早已目瞪口呆，满脸的震惊。与此同时，眼中充满了期待的目光，他们都很期待这女子那小小的匕首是如何在修罗赵坤这精致的阵法之前吃瘪的。可就在这时，蓝发女子手中的匕首化作一道流光，笔直地射向了修罗赵坤。杀！一时之间，杀声滔天，是修罗赵坤那防御阵法的护卫，他们尽管是阵法所化，可却栩栩如生，就如同是真正的人类大军一般，手持兵刃，一拥而上的攻向了那道正面来袭的匕首。可是就在那匕首与结界大军接触的一刹那，竟然凭空消失。下一刻，一声巨响传来，修罗赵坤的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防御阵法竟然被轰得粉碎。这一刻，修罗赵坤还站在原地，渴望着那粉碎的阵法。他已是目若呆鸡，满面震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花了一炷香的时间精心布置的阵法，竟然被对方那随手捏出的阵法如此轻易的就破开了。作弊，这一定是作弊！猛然间，一声怒吼传来，是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他们一脸的怒容，因为他们不相信这蓝发女子能够这么轻易的就破开修罗赵坤的阵法。要知道，修罗赵坤可以说是当今大千上界小辈之中结界之术的第一人啊，就算他败，也不可能败得这么惨。所以眼下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那蓝发女子使用了卑劣的手段。闭嘴！可是那2名星陨圣地的弟子话音刚落，便被拓跋长老一声怒斥给震了回去。在呵斥过那2名弟子后，拓跋长老才看向九玄宗的银发老者，笑着问道：李兄，这2位小友的结界之术太过利奥德，怕是已经无限的接近了尊袍境界。可是咱们这祖武星域内能有这等结界之术的，怕是唯有那位的弟子了。而我刚好听闻那位的弟子是一对双胞胎，莫非你将那位的闭门弟子给请了过来？拓跋长老小心翼翼地问道。哈哈，拓跋兄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既然如此，我也就实话实说了。这2位小友名为凉秋蓝月和凉秋红月，他们2个乃是凉秋大师的第17位和第18位弟子，也是目前凉秋大师唯一2个闭关传授技艺的关门弟子。九玄宗的银发老者解释道。银发老者此话一出，莫说旁人，就连那修罗赵坤和赵匡风仪这对爷孙俩也都是神色一致，目露惊讶。凉秋大师何许人也？那是整个祖武星域内公认的最强界灵师，在凉秋大师的面前，哪怕赵匡风一都是不入流的存在。试问他的弟子又将何等的利奥的？此刻，原本一脸羞愧的修罗赵坤脸色竟然好转了一些。败给其他人，他会觉得颜面尽失，可是败给凉秋大师的关门弟子，在他看来这不丢人。毕竟凉秋大师那可是整个星域的最强界灵师，想不到2位姑娘竟是凉秋大师传人，难怪如此利奥的。今日我修罗赵坤败得不冤，败得不冤啊！修罗赵坤对2名女子抱拳说道：2位姑娘，
先前若有得罪之处，在这里给您赔不是了，还望不要介意啊。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也是一脸殷勤，主动的与对方套近乎。此刻唯一还有一点傲气的，竟然是夏雨儿。夏雨儿哪怕明知道对方身份超然，可是他此刻却也没有低三下气的去与对方套关系，这倒是令楚风颇感意外。与此同时，楚风意识到他对夏雨儿的了解似乎还不够，不过不可否认，这样有傲骨的夏雨儿倒是让楚风有些喜欢。就在此刻，那封闭传承窟的石头竟然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传承窟要打开了，诸位小友，做好准备进入的准备吧。此刻，银发老者凝重的说道。而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投向了传承窟。切磋还未结束，干嘛急着进去啊？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自口中楚风传出，此话一出，顿时让在场之人皆是大惊。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楚风，这才发现楚风已经不在人后，而是站在了修罗赵坤先前被击败的地方。楚风，你说什么？那星陨圣地的一名男弟子问道。我说什么？这位姑娘应该懂。楚风看着那名蓝发女子说道。莫非你要与我交手？蓝发女子问道。正是，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如同惊雷在平底炸响，惊得在场之人脑袋都是嗡的一下。疯了吧？连修罗赵坤都无法抗衡的存在，这楚风竟然也想一试。楚风，你难道耳朵聋了？没听到这2位姑娘的身份吗？她们2个可是梁丘大师的关门弟子，你莫非没听过梁丘大师的名字？没关系，我可以为你解说一下。梁丘大师那可是祖武星域的最强界灵师，你听好了，是祖武星域最强界灵师，而不是大千上界的最强界灵师。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星陨圣地的一名男弟子对楚风问道。明白，楚风说道。明白？你还不快退回来？你莫非是要自取其辱吗？那名男弟子问道。谁告诉你，我就一定会输的？楚风说道。什么？楚风此话一出，莫说那2名星陨圣地的男弟子，就连那2个梁丘大师的弟子也是目光变化。显然他们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料到楚风会说出这样的话。放肆！梁丘大师的弟子，岂容你侮辱？行医，看你找来了什么样的人！滚！赶紧给我赶走！拓跋长老愤怒地咆哮起来。那2名女子的身份太利奥得了，那是他星陨圣地也不敢得罪的存在。而楚风在明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竟然还敢说出这样的话，这在拓跋长老看来就是大逆不道，是要惹大祸的。让我滚！不好意思，我不是受你邀请而来，所以你没资格让我滚。楚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说什么？你胆敢这般与我说话？听得此话，拓跋长老顿时大怒。太上长老大人，息怒，请息怒！眼见不妙，新一长老赶忙飞掠到楚风身前，将楚风拦在了自己的身后，生怕这位太上长老真的一巴掌拍向楚风。就在此刻，夏雨儿也是来到了楚风身旁。楚风，算了，你来这里是要帮我夺取传承的，没必要因为一场切磋而较劲。夏雨儿低声劝道。夺取传承？此刻，楚风轻笑一声，随后说道。现在你们的太上长老大人都已经怕了，连正常说话都怕得罪人家，还想夺传承？到时候人家摆个脸色，你们还敢夺吗？话罢，楚风看向星陨圣地的另外2名男弟子，指着他们问道。你们2个敢夺吗？那2名男子想说什么，可最终却默默地低下了头。他们的确不敢。修罗界灵师，你呢？你可敢夺？楚风又指着修罗赵坤问道。修罗赵坤轻哼一声，并未回答。可是他这也是逃避的行为，说明他也不敢因为区区的传承而与梁丘大师的弟子撕破脸破。你看到了吗？连夺都不敢夺，还进去做什么？直接让给九玄宗算了。楚风又将目光投向了夏雨儿。此刻夏雨儿也是不知该如何回答，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九玄宗竟这么大的面子请来了梁丘大师的弟子，别说是夏雨儿他们这样的存在，怕是他星陨圣地的掌教也是不敢得罪啊。放肆，实在太放肆了。星一、夏雨儿，看你们请来的什么东西，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赶出去！猛然间一声怒吼响起，正是那拓跋长老。而就在拓跋长老此话落下之际，便有多位长老飞掠到了楚风的四周，那个架势是想要强行将楚风给赶出去。等一下！可就在这时，那蓝发女子却是开口了。她这一开口，竟如命令一般，哪怕那准备动手的星陨圣地长老也是愣在了那里。此刻，蓝发女子走到楚风近前，仔细打量了楚风一番，这才开口问道：“你想与我切磋结界之术，并非是想我与你切磋结界之术。”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众人莫说拓跋长老气得横肉直抖，就连星陨圣地的弟子也是气得咬牙切齿。不切磋，你开什么口？这不就是捣乱的吗？那你是何意？蓝发女子问道。我只是受邀而来，有着为人出头的职责。你击败了我的雇主，我有必要为他讨回公道。楚风说话间，看了夏雨儿一眼，听得此话，夏雨儿竟然目光一动，那一张绝美的脸颊之上涌现出了一抹复杂之色。搞了半天，楚风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不是抽风，而是要为他讨回公道。你倒是有趣，也好，那我就满足你一次，你攻我守，开始吧。女子说话间，便向后一纵，落到了楚风的对立面。见此情形，站在楚风周围的人则是将目光投向了拓跋长老。梁秋姑娘要与这蠢货交手，你们还不退下？拓跋长老说道。他此话一出，新一长老等人才离开楚风，为楚风和蓝发女子留下了足够交锋的空间。哼，真是不自量力，我就看看你是怎么出丑的。此刻，修罗赵坤就像看待小丑一样看待着楚风。事实上，不仅是他，几乎除了夏雨儿和新一长老外，在场的每个人都是用这种目光看着楚风。就在此刻，蓝发女子大袖一挥，那道防御阵法便再度笼罩在其身上，而这道阵法正是挡下夏雨儿
和修罗赵坤攻击的那道防御阵法。你有一炷香的时间，开始吧。蓝发女子说道。不必那么久。楚风微微一笑，说话之间，右手拇指与食指捏在一处，两只之间顿时结界涌动。很快的，一个豆子大小金色球体出现在了楚风两只之间。我用它便可以。楚风说道。什么？那是什么？开玩笑吧？他竟然要用这种不堪的阵法向梁秋姑娘发动进攻。楚风此话一出，围观的小贝皆是感觉难以置信，一时之间哄笑连连，就连那蓝发女子也是问道：“你确定？”“确定。”楚风说道。哈哈哈！就在此刻，一阵悦耳的笑声忽然传来，是那名久久不语的红发女子。“姐姐，你这是被轻看了呀！”红发女子发出调侃的声音。而此刻，蓝发女子显然也是被楚风的轻视而点燃了怒火，没好气的说道：“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可以开始了吗？”楚风问道。“可以，你现在就可以。”蓝发女子不悦的说道。“唉，这个蠢货真的是来丢我星陨圣地人的。”此刻，星陨圣地的两名男弟子摇头叹息，他们都觉得楚风此刻就是在搞笑。“拓跋兄，恕我直言，请这样的货色来，可是会毁了你星陨圣地的名声的。”那赵匡峰一对拓跋长老说道。听得此话，原本就很是愤怒的拓跋长老变得更加的愤怒了。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星翼长老和夏雨儿，那眼中满是埋怨之色。可就在这时，楚风手指一弹，只见一道金光飞掠而出，很快的便来到了那蓝发女子的防御阵法之前。刹那间，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顿时狂风大作，那蓝发女子竟然倒退数步。这一刻，在场之中除了楚风之外，无一不是神色大变，因为蓝发女子的防御阵法已然被破。此一刻，这里再度鸦雀无声，小辈们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哪怕老一辈强者，眼中或多或少也是涌现出了惊讶之色。爷爷，这楚风他是不是作弊了？修罗赵坤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爷爷，并且暗中传音询问起来。在他看来，自己的结界之术已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中的极强者，而能够胜过他的蓝发女子，那就应该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中最巅峰的存在，是无限接近尊袍的存在。而楚风竟然能够这么轻易的就胜过蓝发女子，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楚风做到了，那就一定是作弊。而他的爷爷毕竟是龙纹级尊袍界灵师，楚风的实力是真是假，一眼就能看穿，所以他才传音请教。此刻，一直轻视楚风的赵匡风一张老脸之上却是挂着凝重之色。对于修罗赵坤的暗中询问，他倒也是回应了，只有4个字：你不如他。什么？听得此话，修罗赵坤顿时身体一颤，随后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他还是第一次从他爷爷口中听到这样的评价。你叫楚风？就在此刻，那蓝发女子也是忽然开口。正是。楚风说道。你师承何处？蓝发女子问道。说了你也不认识。楚风说道。蓝发女子有些不悦，可最终却是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是一个很有傲骨之人，毕竟她的师尊可是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界灵师，但是她败了，因为失败让她觉得很是羞耻，羞耻到连她自己都觉得不该对楚风发火。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飘落在蓝发女子身旁，是那个红发女子。姐姐无碍，妹妹会帮你赢回来。红发女子说道。蓝发女子没有说话，可是她却很是认真的看了红发女子一眼，那种目光就好像在说，一定不能大意，不可再败。因此红发女子也是点了点头。看到红发女子的态度后，蓝发女子这才放心离开。楚风是吧？之前都是你们攻，我们守，这一次我攻你守，可好？红发女子对楚风问道。当然可以。楚风无所谓的摊了摊手。好，爽快。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红发女子说话间，双手连续捏诀，道结界之力也是立刻涌现而出。她已是开始布置阵法，而楚风也是不犹豫，几乎在女子开始布阵的同时，也是立刻动手。二人同时布置起了阵法。这一次双方都很认真，几乎都在一炷香时间到的时候才停止布阵。楚风的阵法是一个盾牌，单从外表来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防御阵法，而那名女子的阵法是一只长矛，也同样是一个看似很寻常的攻杀阵法。简单的说，楚风的阵法就像是一个寻常的盾，而女子的阵法则像是一把寻常的矛。可是经过先前的手段，在场的每一个小辈都很清楚，这两个看似寻常的阵法绝对很不寻常。而在场的老一辈人物就更不用说了，如他们这样的高手，可以一眼就看穿楚风和红发女子布置的阵法在什么级别。正因为看穿了，所以他们才很惊讶。惊讶二者竟然布置得出如此利奥德的阵法，这根本就不应该是小辈可以做到的事。坤儿，你怎么看？赵匡峰一对修罗赵坤问道。修罗赵坤虽然也是小辈，可他绝对是在场小辈中，除了楚风以及那对姐妹外，界灵之术最强者。之前因为身在其中，并且轻敌，所以他倒是没有看透对方的实力。可是现在，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可以更专注地观察楚风以及红发女子的阵法，并且从布阵之初看到布阵结束，这个过程可谓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正因观察的仔细，也看出了一些门道。修罗赵坤的双拳才紧紧地握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可是他那紧绷的身体、很是不甘的表情，却给了赵匡峰一回答。无论是楚风还是红发女子，他都是不如。就在这时，红发女子出手了，那长矛攻杀阵径直地射向了楚风的盾牌。一声巨响，盾矛相撞，刹那间狂风大作，涟漪滚滚。而当那涟漪肆虐的同时，那矛已然粉碎，而那盾尽管也在剧烈颤动，可本体却是毫发无损。这一幕在场的老一辈都有预料，可是小辈们可就惊呆了，他们没想到
在红发女子认真之后，楚风竟然还能胜过对方，不玩了，我认输。红发女子以一种很不开心的语气说道：“妹妹，你……”听得此话，蓝发女子则是有些不高兴了，那种目光似是在埋怨红发女子怎么能这样就认输。姐姐，我真的尽力了，可这个叫楚风的实在太强了，就算继续，我也定然防不住他的攻杀阵，败给这样的人，师尊也不会责怪咱们的，不是咱们弱，而是这个家伙实在太变态了。红发女子说道。听得红发女子的话后，蓝发女子反而也沉默了。她与楚风交手过，所以她很清楚，她妹妹没有说谎，哪怕再给她一次和楚风交手的机会，她也根本就没把握能够胜过楚风。看来大千上界真是卧虎藏龙啊！想不到连梁丘大师亲传的关门弟子都栽在了这里。就在此刻，银发老者忽然笑着开口，说话间还看向拓跋长老，说道：“拓跋兄，你可真是阴险，有这么厉害的气留到最后也就罢了，先前还演了一出戏，搞得我真以为这楚风小友是一个平庸之辈。你呀你，真是太阴险了！他阴险了呀，居然和我们玩了一出兵不厌诈。”听得此话，拓跋长老则是感觉一张老脸，有点火辣辣的感觉。他哪里是演戏，他先前是真的看不起楚风。在此之前，他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楚风的实力会这么强横，竟能胜过梁丘大师的弟子。经过他先前认真的观察，更加确定了楚风的实力，所以他才很是尴尬，尴尬的进退为难，只能站在原地苦笑。依照我看，莫说是小辈之中，怕是整个大千上界的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中，都没人是楚风小友的对手。看来今年这传承窟，我九玄宗的弟子不必进去个。银发老者以一种玩笑的语气说道。尽管这是玩笑，每个人都听得出来，可是那红发女子却是不甘了，她愤愤不平地说道：“李前辈，你这话可就不对了。结界之术包含多种手段，攻杀阵法、防御阵法、破阵之法、练兵之法、炼丹之法、洞察之法等等。我承认，这楚风的攻杀阵法和防御阵法的确在我们姐妹之上，可是实不相瞒，楚风所擅长的，偏偏是我们姐妹最不擅长的。而我们姐妹最擅长的，乃是练兵之法、炼丹之法、洞察之法以及破阵之法。今日我们将要进入传承窟，无论是防御阵法还是攻杀阵法，其实都用不到。考验我们的乃是洞察之法以及破阵之法。试问你何以断定，进入传承窟内，我们就一定会输给这楚风？”红发女子说道。听得此话，银发老者则是尴尬地笑了几声，刚想解释什么，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那你们又何以断定我就不擅长洞察之法和破阵之法？”楚风此话一出，绝对是一语惊人，再度使得他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哟，这么说来，你的洞察之法以及破阵之法也很擅长个？要不然切磋一番？红发女子说道。尽管先前和楚风交手，她是主动放弃的，但看她得出来，她其实也很不服气。有可能她是真的不擅长使用攻杀阵法和防御阵法，所以此刻说起要切磋洞察之法和破阵之法的时候，她的语气显得格外的自信。可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传来，那传承窟已是彻底开启。楚风小友，梁丘姑娘，眼下传承窟已经开启，你们若要继续切磋洞察之法和破阵之法，何不进入这传承窟内？毕竟在传承窟内想获得好处，就必须破开传承点，而每个传承点都需要洞察之法和破阵之法才能将其破开，那是最考验你们本领的时候。就在此刻，九玄宗的那位银发老者说道：“好，那我们就进去切磋。”红发女子对楚风说道：“可以。”楚风也是淡然一笑。而此刻，修罗赵坤的脸色则很不好看。原本他才是星陨圣地这边的代表人物，可是现在他的位置却已被楚风取代，这让他很是不爽。快儿将这个带着。就在此刻，赵匡风以手托着一颗丹药状的物体递给了赵匡风一，可是这却绝非简单的丹药。那颗丹药虽小，可却是透明状的，其中光芒涌动，仿佛是一个小型世界。这是一座阵法，洞察阵法。此刻，红发女子目光变幻，说道：“不是说这传承窟内无法使用这种阵法吗？”红发女子此话属实，那传承窟内有着很大的限制，不仅是非100岁以内小辈者无法进入，旁人事先布置好的阵法，就算带进去也是无法使用的。这么多年来，为了对付传承窟内的传承点，星陨圣地和九玄宗就曾试过多种方法，其中就包括请借灵师高手提前布置阵法，然后让他们这些小辈带进去。可是最终的结果是，那些强大界灵师布置的阵法在传承窟内根本就无法使用。小友，我这阵法并非是帮你们破解传承点的阵法，只是在传承窟内，你们将这阵法开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观察到你们的情况。若是遇到你们都无法解开的难题，老夫也可以在外面对你们进行指点。赵匡风一说话间，另一只手张开，在他的手中还有着另外一颗丹药大小的阵法，而这两个阵法明显是相互辉映的。这样的阵法也无法使用，因为我们曾经试过。九玄宗的一位长老说道。对于这种话，赵匡风义则是淡淡一笑，说道：“这阵法是我为了今日特意准备的，规避了一些限制的力量，所以我敢保证他一定可以使用。无所谓，带着进去试试，若是能够使用最好，就算不能使用也是无妨。”九玄宗的银发老者说道。不，赵匡风一摇了摇头，随后说道：“是一定可以使用，看得出来他很自信。进去吧，不要浪费时间，这传承窟开启的时间不是有限的吗？”就在此刻，蓝发女子说道，她有些不耐烦，应该是不耐烦赵匡风一装模作样的态度。赵匡风一也感受到了蓝发女子的不耐烦，于是也不再多说，毕竟对方可是梁丘大师的弟子，尽管他只是小辈，但赵匡风一实际上却也是惧怕他的，不因别的，只因梁丘大师是他得罪不起的存在。莫说他，就连星陨圣地也不敢得罪。梁丘大师是何许人也？
那可是在整个祖武星域都可以呼风唤雨的存在。随后，修罗赵坤接过那阵法，便随着众人一同进入了那传承窟内。楚风也在其中，但穿过传承窟的大门后，楚风顿时豁然开朗，因为这传承窟和楚风想象的很不一样。原本以为这应该是一个类似山洞或者是地下宫殿一般的东西，但现在来看，并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更像是一方世界，只不过万米高空之上，不是蓝天白云，而是白色的岩石。没错，就是石头。那石头遮蔽虚空，如云朵一般，在万米高空之上移动，既诡异又壮观。这脚下的大地也是白色的岩石，就好像这是一个岩石世界，地是石造，天也是石造，并且这个世界还不小，只是楚风一眼望去看不到边际。就在这此时，一道光芒响起，刹那间，一道银白色的光芒体如同透明的玻璃一般，将楚风等人笼罩在了当中。是修罗赵坤，是他开启了他爷爷赵匡风义教给他的那道阵法。而几乎在这光芒笼罩楚风等人的同时，在传承窟外，赵匡风义手中的阵法不仅光芒大盛，更是自动颤动起来。见状，赵匡风义赶忙手臂一扬，与此同时单手捏诀，轻喝一声，阵起。刹那间，那阵法立即扩大到将所有人都覆盖在了当中。而身在阵法当中，人们不仅能够看到那传承窟内的世界，还能够看到楚风等人，甚至听到楚风等人的声音。赵兄，不愧是戒灵大师，这手段果然厉害。在此之前，我们曾请过不少戒灵师高手布置阵法，但只要进入那传承窟内，就都无法使用。想不到赵兄这阵法竟然可以在传承窟内开启，厉害，真是厉害啊！此刻，莫说星陨圣地的长老，就连九玄宗的长老也是一脸的欣喜。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来到此处了，可是这却是他们第一次看见传承窟内的情况，怎能不激动？我说过，我这阵法一定可以使用。此刻，赵匡风义则是越加的得意。与此同时，传承窟内的楚风等人也都注意到了这阵法已经成功开启。想不到还真的开启了，你的爷爷倒是有些手段，见那座可以观察他们行动的阵法开启，就连那梁秋红月也向修罗赵坤投去了一抹赞赏的目光。尽管这梁秋大师的2名弟子都戴着面具，可是他的目光，在场之人却也能够感受得很清楚。毕竟大家也都是龙纹级仙袍戒灵师，这点感应力和判断力还是有的。尤其是那修罗赵坤，感受到对方惊讶的目光后，他更是得意起来，对其说道：“红月姑娘，蓝月姑娘，你们身为梁秋大师的弟子，可能对于我的爷爷并不熟悉，所以之前才不相信他可以做到。可实际上，我爷爷在大千上界可是大名鼎鼎，乃是大千上界最强的戒灵师。”可是听得此话，那梁秋红月却是眉毛轻挑，说道：“是吗？那为何我听闻大千上界最强的戒灵师乃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楚令傲然？”这个修罗赵坤有些尴尬。事实上，不仅他尴尬，就连传承窟外他的爷爷赵匡风一也是一脸尴尬。赵匡风一的戒灵之术在大千上界的确很强，可以说是除了楚令傲然之外最强的。可是若与楚令傲然比的话，他的确还差了不少。当初年少轻狂，赵匡风一就曾与楚令傲然切磋过，结果却是惨败而归。而在此之后，他一直发奋努力，可却始终无法超越楚令傲然。可以说，楚令傲然从年少之时就一直压着赵匡风一，不仅是结界之术，在修武方面也是如此。哪怕他的心爱之人也是倾心于楚令傲然，最终与楚令傲然走到了一起。因此，楚令傲然乃是赵匡风一永远的痛。这件事不仅大千上界的人尽皆知，其实就连不少祖武星域的人，也有一些人知晓。修罗赵坤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吹嘘他爷爷是大千上界第一，结果被那梁秋红月当场打脸，这不仅令他颜面无存，同时也令他的爷爷感到难堪。嗨，大家快看，那应该就是传承使阵吧？似是想要化解这尴尬的气氛，拓跋长老指着阵法的前方说道。而此刻，人们也都将目光投了过去。传承使阵乃是传承窟内最关键的一座阵法，那阵法左右着传承点的数量，所以看到这传承使阵，这些长老们也很期待。毕竟接下来楚风等人都将进入那传承使阵内，他们的天赋将决定传承点的数量。而对于楚风等人来说，自然传承点越多越好。真的是传承使阵，不知道这一次能够激活多少个传承点。曾经最高的记录乃是5个传承点，今日有梁秋大师的2位弟子坐镇，搞不好会破掉之前的记录。一位星陨圣地的长老说道。不是搞不好，而是一定。先不说梁秋大师的2位弟子，那楚风也不是寻常之辈啊，以他们的天赋，一定会破掉之前的记录的。星陨圣地的另外一位长老说道。未必啊，可就在星陨圣地长老信心满满的时候，九玄宗的长老却是一盆凉水泼了下来。不要忘记，那创下最高纪录的是何许人也？我九玄宗的那5位，现如今1位继承了我九玄宗的宗主之位，其余4位也都手握我九玄宗的大权。他们5位可是我九玄宗目前最高的战力，也正是他们5位将我九玄宗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并且那一次传承窟内，他们5位也是取得了极佳的成就。这件事，相信你星陨圣地也很清楚吧？九玄宗的银发老者看着星陨圣地的众位长老说道。听得此话，星陨圣地的众位长老脸色也都变了，尤其是拓跋长老，他的脸色更可谓复杂的很。其实就如同九玄宗的银发老者所说，当初九玄宗派出的那5位小辈的确很是利奥的。先不说现在他们取得的成就，就说他们年少之时便已是人中之龙，乃是妖孽级的天才。那一次进入传承窟，也如同现在一样，星陨圣地和九玄宗各自派出了5人，只是那时候无论是星陨圣地还是九玄宗派出的5名小辈，皆是自家弟子，根本就没有请他人帮忙。对于星陨圣地来说，那也是一个强者辈出的年代，因为不仅九玄宗派出的5位现如今是屈指可数的大人物，
实际上，星陨圣地派出的5位，现如今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甚至其中1位乃是他星陨圣地现在的掌教大人，另外4位则成为了星陨圣地太上长老，并且无论是掌教还是那4位太上长老，其实与拓跋长老都是同辈，并且那时的拓跋长老也是大千上界大名鼎鼎的天才人物，也是一位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可是任凭但是那样强横的拓跋长老，却都没资格进入传承窟，不因别的，只因为那5人比拓跋长老要强，可就是星陨圣地派出了如此卓越的5位小辈。可是当年那一战却可以称得上是耻辱，因为当年破纪录的激活了5个传承点，可那5个传承点星陨圣地一个都未能破开，全部被九玄宗破开。九玄宗光芒四射，星陨圣地完败而归。自那之后，星陨圣地的那5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从此不再修炼结界之术，哪怕拓跋长老也因为那次之后不再修炼结界之术，专心的修武。可是令他们无奈的是，哪怕他们专心修武，可是实力却也不如九玄宗的那5位。那次的惨败可谓是星陨圣地永远的痛。今日被九玄宗的银发老者这样一提起，脸色自然不好看。这么说来，这个记录还真是不好破掉。最终倒也是拓跋长老先开口了，毕竟避开此事不谈，只会显得他们小气。只不过他的笑容却很是牵强。诸位莫要猜测了，结果马上就要出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就在此时，赵匡风一开口说道。他这一开口，所有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那传送使阵，这才发现，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楚风等人竟然已经全部走入了那传承使阵之内。眼下传承使阵已被激活，而在前方不远处，空间抖动，光芒涌现。很快的，那光芒之中出现一物，是一道门。可这道门却与众不同，这门通体为黑色，门的中央有着一道轮盘，轮盘上符咒涌动，闪烁着淡淡的蓝光，这便是传承点。可是自这第1座传承点出现后，紧接着第2座便出现，第3座与第4座也是很快出现。但第4座出现之后，却没有就此停止的意思，因为在第4座传承点的后方，空间仍在颤动，光芒仍在闪烁，这是传承点出现的预兆。难道说要出现5座传承点？此刻传承窟外的众位长老皆是目不转睛，满眼的凝重。若是这第5座传承点出现的话，那么可就平了九玄宗宗主以及星陨圣地掌教当年所创下的记录了。这可是要震动星陨圣地以及九玄宗的大事。而很快的，那第5座传承点便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出现了。可最令人惊讶的是，但第5座传承点出现之后，在5座传承点后方的空间竟然也出现了颤动，并且也有光芒涌现。天哪，莫非还有第6座？这一刻，莫说星陨圣地的长老吃惊，就连九玄宗的长老也无法淡定了，他们的脸色都变了。要知道，5座传承点的记录创造者不仅是星陨圣地的5位大人物，也是他九玄宗的5位大人物。那5位大人物是将他九玄宗推上了前所未有之巅峰的存在，因此5座传承点的记录也是九玄宗引以为傲的事情。倘若这个记录真的被打破，这绝对不是九玄宗希望看到的事，他们并不希望这个记录被打破。可是这件事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能够左右这一切的，乃是站在那传承使阵内的楚风、夏雨儿、梁秋蓝月以及梁秋红月等人。在九玄宗众长老提心吊胆、极不情愿的情况下，阵阵轰鸣传来，伴随着那轰鸣声的涌现，那第6座传承点最终还是出现了。但是这打破记录的第6座传承点仍不是终点，在第6座传承点出现之后，紧接着第7座、第8座、第9座传承点也是纷纷出现。最终楚风等人竟然激活了9个传承点，尤其是那第9个传承点更是从未见过的存在，因为这第9个传承点比其他传承点要大了足足10倍，不仅体型巨大，更是充满神秘色彩。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传承点。这么多年的经验，根据形态的不同，人们知道传承点的作用。就比如现在出现的传承点，有2座是界灵传承点，里面拥有着可以让界灵提升力量的本源；3座是仙法传承点，里面蕴藏着仙法；另外3座是结界传承点，其中蕴藏着结界阵法。可是那第9座传承点，人们却不知道它那里面究竟蕴藏着什么。就在人们不解之际，那第9座传承点的大门顶端竟然出现蓝色光芒，蓝色光芒四散开来，极为耀眼。而但那光芒退散之后，竟有4个大字浮现：衣钵传承，衣钵传承。看到这4个字，那些长老们也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衣钵传承这4个字的含义实在是非同小可，这简直就是在说，其他传送点内的东西都不过是小打小闹，但是这个传送点内的东西将是正统，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啊！不得了，梁秋大师的弟子果然是了不得呀！9座传承点不说，竟然还激活了1座从未出现过的衣钵传承。众长老惊叹不已，因为这实在太过惊人，衣钵传承非同小可，若是被梁秋大师的弟子夺去，那该如何是好啊！忽然有人甚是担忧地说道。听得此话，星陨圣地以及九玄宗的许多长老也都是面露担忧之色。这传承窟可是属于他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遗迹啊！倘若那衣钵传承内真的有着非同一般的宝物，结果却被梁秋大师的2名弟子夺了去，那可就亏大了。毕竟他们终究是外人，无碍。梁秋大师绝非小气之辈，若他的弟子真的在这衣钵传承内得到了好处，他多半会奉还的，就算不奉还，也会用等价的宝物补偿，所以这点不用担心。更何况，若不是梁秋大师的2位弟子来，怕是我们永远都见不到这道名为衣钵传承的传送点。你们说是不是？九玄宗的银发老者说道。这倒也是。许多人不免苦笑。在此之前，5个传承点已是记录，还是由10位不得了的大人物所创。9个传承点，在此之前
他们想都不敢想。若真的依靠星陨圣地或九玄宗的话，恐怕还真是永远都无法做到。这么一想，他们倒也是平衡了不少。只是有意无意间，他们却把楚风忽略了，都觉得就算那衣钵传承被夺，也是被梁丘大师的2名弟子所夺，却没有人想到楚风。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梁丘大师名气太大，哪怕楚风先前凭借攻杀阵法胜过了梁丘大师的2名弟子，可人们却并不觉得楚风真的就强过梁丘大师的2名弟子。毕竟攻杀阵法不能代表界灵师的真实水平。衣钵传承，这是什么？与此同时，楚风等人也都离开了传承史阵，来到了那第9座传承点之前。这座传承点实在是太过与众不同了，相比于其他8座传承点，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一座更感兴趣。从他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很想进入这座传承点。毕竟衣钵传承4个字已经告诉了他们这座传承点的分量，谁不希望得到那一波传承级别的宝藏？可就在这时，那第1座传承点却是光芒大盛。我听说这传承点的谜题出现是根据顺序而来，而只有出现谜题也才能进行破解。现在来看，倒真是如此了。梁丘红月说道。话罢，梁丘红月又看向楚风，说道：“来吧，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段。”听得此话，楚风面带微笑，可是修罗赵坤可就一脸的不爽。原本他才是星陨圣地的代表，可现在倒好，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不仅被楚风所取代，甚至他更是直接被忽略。梁丘红月完全没将他放在眼中啊！这种情况下，修罗赵坤暗暗下定了决心，他一定要证明自己，唯有率先破开传承点，才能向所有人证明他修罗赵坤的实力是要在那楚风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修罗赵坤反而显得斗志十足。跟随着众人来到第1座传承点后，那传承点中间的罗盘已经运转起来，那运转的符咒正是谜题所在。而看到这那谜题后，在场之人外，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是一惊，随后将那复杂的目光投向了修罗赵坤。至于修罗赵坤，更是喜出望外，狂喜不已，简直激动得不得了。而感受到众人的目光后，他则是越加的得意，笑着说道：“看来这第1个传承点注定是要由我来开启了。”修罗赵坤此话绝非妄言之谈，因为这第1座传承点的谜题很简单，正因为太简单，几乎所有人都懂该如何破解它。可是偏偏其他人无法破解，唯有修罗赵坤能够做到，因为这第1座传承点唯有修罗界灵可以开启。都说这传承点因人而定，今日一见，还果真如此啊！是啊，这修罗界灵才能开启的传承点，显然就是为赵兄的孙子所定。此刻，传承窟外的人也都注意到了那个传承点，一时之间议论纷纷。而赵匡丰毅则是一脸得意，毕竟这足以彰显他孙子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而就在众人注视之下，修罗赵坤也是张开了界灵大门，很快的一只界灵便从中走了出来，这便是修罗界灵。看到眼前的身影，许多人都表示诧异，因为这只修罗界灵与他们想象中的倒是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一名男子，身材不是很高，长得也不是很英俊，可是却偏偏流露出一脸的风流气息，并且身穿一袭白色的衣服。他的修为不是很强，乃是9品无祖，而在他的身上也看不到一丝杀气，反而但他出现后，当其看到夏雨儿后，顿时双眼冒光，一直盯着夏雨儿看得不停。这哪里像是人们想象中凶神恶煞、舍我其谁的修罗界灵？这简直就是一个长相平常、实力平常的好色鬼呀！蛋蛋，搞了半天，不是所有修罗灵界的界灵都如你这般优秀啊！在众人诧异之际，楚风也同样很诧异，只不过楚风的诧异和众人不同。楚风的诧异是，他几乎能够从这只界灵的气息确定，他的确是来自修罗灵界的。只是在见识过蛋蛋和雪姬之后，楚风本以为修罗灵界的界灵皆是俊男美女，安静的时候男如天神，女如天仙，而当其动怒之际，便化身恶魔，君临天下。可是眼前修罗赵坤的这只界灵却打破了楚风的这种认识。无知自然不是所有人都像本女王这么优秀的。女王大人傲娇的扬起了小脸，而实际上在这只修罗界灵的对比面，女王大人的确可以说是光芒万丈。就在这时，那只界灵忽然意念一动，顿时暗黑色的气焰自其体内释放而出。这一刻，那股修罗界灵独有的气息也是随之涌现而出。这感觉，这一刻莫说是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弟子，就连夏雨儿也是目光一动。尽管修罗赵坤的这只界灵修为并不是很强，可是他的这股气息的确与众不同，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若非要形容，那是一种令人感到畏惧的气息，宛如魔鬼，令人闻风丧胆。这等可怕的气息释放而出后，这倒是让人们相信了这只界灵的确是来自修罗灵界。而此刻，那只修罗界灵以及修罗赵坤的嘴角都洋溢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看得出来，这只修罗界灵展现气息乃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向在场之人证明他的实力。言萧，开始吧，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修罗赵坤说道。放心吧，我就算让你久等，也不愿让在座美女久等啊。那名为言萧的修罗界灵说话间扫视了一眼夏雨儿等女子，哪怕戴着面具的梁秋蓝月和梁秋红月，他也没有放光。而在扫视过在场的美女后，那言萧便走到第1座传承点，意念一动，自己那修罗灵界独有的气息便化作一道黑色的气焰，涌入那传承点中间的罗盘之中。气焰涌入其中，罗盘旋转的越发快速，整个传承点更是光芒大盛。见此情形，星陨圣地的弟子顿时目露惊喜之色。尽管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此处，可是他们却很清楚，这种情况正是传承点将要被打开的预兆。修罗赵坤是他们请来的界灵师，若是成功开启，那显然这第1座传承点将属于他们，这叫他们怎能不喜？可是那预料中的开启却并没有如约而至，反而那闪耀的光芒开始减退，就连急速旋转的罗盘也是开始减缓速度。哪怕
那炎霄的修罗界气息不断地融入罗盘之内，可却也没有一丝变化。见此一幕，众人面面相窥，而修罗赵坤更是一脸尴尬。炎霄，这是怎么回事？修罗赵坤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显然这开启失败会让他很是难堪。我再试试。炎霄说话间便再度尝试破解，可是连续试了几次，他不是单纯的使用修罗界独有的气息，还用身体接触传承点，甚至用手段攻击传承点。可是无论怎么做，这传承点却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回事？莫非我们理解错了？这传承点并非单纯依靠修罗界灵就可以开启的。这种情况下，有人问道。不会，这上面写的很清楚，这座传承点唯有修罗界灵可以开启，不会有误。梁秋蓝月说道。我姐姐说的极是。梁秋红月也是说道。听得此话，众人也是迷糊了。梁秋蓝月和梁秋红月的话语简直是权威性的，可既然他们理解的没问题，又为何解不开这座传承点呢？若是不介意的话，让我向我爷爷请教一番吧。修罗赵坤说道。听得此话，众人如同看见了希望一般。对啊，他们现在可并非孤军奋战，赵匡风衣的阵法可以连接到传承窟外，他们是可以得到赵匡风衣的指点的。只不过这毕竟是竞技性的破解，若要向请教赵匡风衣，显然也要获得九玄宗弟子的同意，大家都没有办法，就请教一下前辈吧。九玄宗的弟子说道。听得此话，传承窟外的赵匡风衣则是眉头一皱，他从始至终都在观察，可是他观察到的与楚风等人观察到的一样，那传承点唯有修罗界灵可以破解，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以若是真的询问他，他也是无法提出有效的意见，那样一来只会让他置身于尴尬之地。不如让我来试一下吧。可就在这时，传承窟内的楚风却是忽然开口了。什么？你是？听得此话，修罗赵坤顿时脸色一变，随后讽刺地说道。楚风，难道你还看不出来这座传承点唯有修罗界灵可以破解吗？看出来了。楚风说道。看出来了，你还要试？你这不是捣乱吗？修罗赵坤顿时剑眉倒竖。事实上，不仅修罗赵坤不解，就连在场的其他人都感到不解。这件事情唯有修罗界灵可以破解，楚风插手其实毫无作用，他执意如此，的确与捣乱没有区别。可就在这时，楚风意念一动，在他的身旁一道界灵大门已然开启，下一刻，磅礴的暗黑色气焰开始自那修罗界灵内涌现而出。与此同时，一道绝美的身影也是自那黑色气焰的衬托下自界灵大门内踏出。这道身影简直美得令人窒息，哪怕夏雨儿这等美女在其面前也是暗淡了不少，尤其是在那暗黑色气焰的衬托下，这美丽到极致的身影更是显得神秘而又危险，瞬间便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这感觉是修罗界灵。猛然间，一声惊呼传来，而这声惊呼一经响起，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是啊，这气息不正是修罗界独有的气息吗？并且比之修罗赵坤那只界灵的气息，简直还要浑厚数倍不止啊！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说出了一句话：楚风，你也是修罗界灵师？传承窟内外，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一道身影的身上，那便是楚风。无论是长辈还是小辈，他们的目光都透露着相同的讯息：惊讶、意外以及难以置信，还有浓浓的震惊。毕竟修罗界灵师这一名号太过利奥的，楚风的修武天赋已是毋庸置疑，他的结界之术在与梁秋姐妹的对决中也已展现，若是再配上修罗界灵师的名号，这就实在太过非同小可了，怕是整个大千上界都将炸开锅。而在众人渴望答案的目光下，楚风则淡淡一笑道：我从未说过我不是修罗界灵师。此话一出，顿时让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尽管心中已有答案，可是当楚风亲口承认之后，仍是感觉心跳加快了不少。修武方面掌握着逆天秘技，修炼了神罚玄功，在结界之术方面竟然也是修罗界灵师，这样的光环聚集一身，说其完美也不为过。此刻传承窟内的小辈看楚风的目光都变了，莫说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不由自主地多出了一抹敬畏，就连九玄宗的弟子也同样涌现出了敬畏的目光。事实上，不仅是他们，就连传承窟外的长老们看楚风的目光也同样有了此等变化，不是他们大惊小怪，而是此等小辈他们实在是做不到不重视。楚风，你这是何意？再彰显你也是修罗界灵师吗？可就在众人惊叹之际，一道很是不爽的声音却是响起，是修罗赵坤。修罗赵坤一脸的怨念，显然楚风也是修罗界灵师的身份，让修罗赵坤震惊的同时，更多的却是不爽。这不，他一开口就把楚风暴露修罗界灵师的身份说成了是故意为之。不得不说，他很卑鄙，也很阴险，毕竟他这样一说，的确会让人对楚风展露身份的目的而有所猜测。我只是想尽快破开这第一个传承点而已，毕竟只有将它破开，第2个传承点的谜题才会出现。楚风说道。破开传承点，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找破解的方法，而不是你召唤出修罗界灵就有用的。若是只召唤出修罗界灵就可以破开传承点，那还用得到你吗？我的界灵早就将这传承点打开了。修罗赵坤说道。闭嘴！可就在此时，一声厉喝忽然响起，可能是来得太过突然，竟让毫无防备的修罗赵坤吓得修罗赵坤身体一抖，而下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女王大人，因为那声厉喝正是自女王大人的口中传出。此刻，女王大人一双美眸正盯着修罗赵坤，换作常人被这样一个美女盯着，早就激动的不行了。可是修罗赵坤此刻却是浑身不自在，因为他竟从女王大人的眼眸之中看到了令他恐惧的东西。可是凭什么啊？对方只是9品无祖，与他的那只界灵实力相同，而他好说赖说也是真仙，怎么会怕这样一只9品无祖的界灵呢？想到这里，修罗赵坤又来了底气，这就准备开口想要训斥女王大人。可就在这时，女王大人那洁白的小手
忽然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一道暗黑色的气焰便顺着女王大人的指挥涌入了那第一座传承点的罗盘之中。没用的，这个方法我的戒灵已经试过了，根本无用。见女王大人直接动手，还是用他戒灵用过的方法，修罗赵坤反而嘴角上扬，露出了讽刺的弧度。事实上，不仅他这样想，几乎所有人都这样想。已经试过的方法，就算再试多少遍也是无用，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这是不可逆转的事情。可就在这时，那第一座传承门竟光芒大盛，下一刻，那紧闭的大门竟然开启，竟然开了。眼见着那传承点的大门被打开，众小辈顿时双眼瞪得溜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个情况？怎么修罗赵坤的戒灵就打不开，而楚风的戒灵这么轻易的就打开了？但是若要论震惊，最震惊的绝对是修罗赵坤莫属。你做了什么？修罗赵坤对女王大人问道。在他看来，女王大人绝对是用了特殊的方法，否则不可能将这传承点打开。你不配与本女王说话。女王大人说这话的时候，还轻蔑地看了修罗赵坤一眼，那目光已不仅是轻蔑那么简单，简直就没有把修罗赵坤当人看。甚至在女王大人的眼中，修罗赵坤怕是连畜生都是不如。修罗赵坤何其高傲的存在，怎能忍受被人如此轻视？所以当他感受到女王大人那般轻蔑的目光后，已经压下的怒火顿时如同沸腾的岩浆一般喷发开来。只见他抬起手臂的同时，磅礴的仙级武力更是自其体内涌现而出。与此同时，更是女王大人怒吼起来：你这区区戒灵，竟敢这般与我说话！今日我就替楚风好好教训一下你。可是就在修罗赵坤的话语刚刚落下之际，他还根本没有出手，一道强大的武力便如洪水一般将修罗赵坤吞没。那武力如洪水一般在这放大的奔腾着，咆哮着，因为出现的太过突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哪怕女王大人也是目光一变。而当那武力消散之际，修罗赵坤已是出现在数千米之外。此刻的他嘴角挂血，长发凌乱，正侧趴在地上，就连衣服都破损了，如同乞丐一般趴在那里。虽然没有身负重创，可这个模样却很是狼狈。修罗赵坤向来高傲，被人攻击，他岂能隐忍？猛然间将手指向楚风，便要开口斥责，因为那对他出手之人正是楚风。可是当他看向楚风之际，却如同石化一般，整个人都僵硬在了那里。因为此刻楚风眼中雷芒涌动，那雷霆已然汇集成一个神字。不仅如此，在楚风的上方还悬挂着一把金灿灿的大剑，那正是远古战剑。但是让修罗赵坤石化的却并非这些，而是楚风那凶神恶煞的目光，以及如同潮水一般向他席卷而来的杀意。楚风，你眼见着楚风竟然动了杀意，夏雨儿也是小脸一变。这不是他第一次看见楚风了，可是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楚风。夏雨儿也是身经百战之辈，所以他才清楚楚风的杀意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他怕是真的要杀了修罗赵坤。楚风，不要冲动，尽管很是不可思议，可是夏雨儿本能的还是开口劝阻了。毕竟修罗赵坤以及楚风都是他星陨圣地请来的帮手，他可不希望在这里发生不愉快。可是夏雨儿的话，楚风就像是没听见一般，楚风的目光只盯着修罗赵坤，一字一句极其凶狠地说道：再敢对他出手，我要你命丧此处！楚风，你若敢对我孙儿下毒手，我要你陪葬！猛然间，一道老者愤怒的声音自那笼罩着修罗赵坤的阵法之中炸响，是修罗赵坤的爷爷赵匡风一。赵匡风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是不想打扰到两方小辈的竞争。可是现在自己的孙儿竟然面临生命危险，身为爷爷的他做不到坐视不理。可是当赵匡风一这不开口，还好他这一开口，那悬在楚风头上的远古战剑竟然化作金光，来到了修罗赵坤的身前。那剑锋正对着修罗赵坤的脑袋，宛如一座大山压在身前，只要落下，修罗赵坤必然粉身碎骨。若你孙儿再有异动，你会知道我楚风究竟敢是不敢。楚风说道。此刻传承窟外的赵匡风一那张老脸上越加的愤怒，一个小辈胆敢这样与他说话，这完全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啊！他赵匡风一岂能容忍？赵兄，这楚风向来敢说敢做，你可不要刺激他，否则他真的做得出来。就在此刻，新一长老却是开口提醒他，这是好心提醒，因为他知道楚风的性格，那的确是一个连愤怒起来连天王老子都不怕的主，更何况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般愤怒的楚风，所以他几乎确定，若是赵匡风一再刺激楚风，修罗赵坤的小命定然不保。是啊，赵大师，这楚风的确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他不仅杀了宇文城的少城主，连韩愈的修为都废了，而且还是当着剑王之城长老的面。在此之后，也有星陨圣地的其他长老提醒，他们对楚风不是特别了解，可却也都听过楚风的事迹，听得众人的劝解，哪怕赵匡风一再不甘心，可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其实他也怕呀，他比任何人都怕，害怕楚风真的杀了修罗赵坤，毕竟面子再重要，也不及他孙儿的性命重要啊。想到这里，他不再言语，而是暗下决心，等楚风从传承窟出来，再与楚风算账。传承窟内，众小辈眼见着修罗赵坤的爷爷都不再说话，便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楚风的厉害。旁人已是如此，那修罗赵坤更是一言不发，他真的是被吓坏了，他真的觉得楚风是要杀了他的。楚风，我只是想吓唬他一下，并没有真的打算动手，你不至于如此吧？最终修罗赵坤还是开口了，只不过他这一开口却明显是怂了。但是哪怕对于修罗赵坤明显认怂的话，楚风却也显然不买账。我说了，再有下次，我要你葬于此处。话罢，楚风才将自己的远古战剑以及自己头上的雷纹收回。其实以楚风的实力，若要对付这修罗赵坤，根本不至于如此。可正因楚风一出手就施展了全力，才让众人感受到楚风的认真。此刻人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女王大人。
尤其是夏雨儿，她看向女王大人的目光更为的复杂。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对于楚风来说绝对非同一般。他们二者的关系绝对不是简单的主仆关系。既然传承点已经开启了，那我们便让戒灵进去修炼吧。夏雨儿说道。且在他说话间，便将他的戒灵召唤了出来。夏雨儿有着13只戒灵，是来自仙灵界的。仙灵界的戒灵仙气凌人，容颜俊美，所以这些戒灵倒也很符合夏雨儿的实力。只不过夏雨儿的戒灵实力也并不是很强，大部分也只是1品真仙，最强的一只也不过是3品真仙。这样的修为，连夏雨儿都是不如，也根本没办法帮助夏雨儿进行战斗。在此之后，星陨圣地的另外2位弟子也是将自己的戒灵召唤出来，而他们2个的戒灵虽然数量很多，竟各自有着上百只，可是质量上却远不如夏雨儿的。楚风，等本女王的好消息。女王大人对楚风回眸一笑，随后便娇躯一纵，进入了那传承点内。紧随其后，其他戒灵也都跟了过去。可是唯独修罗赵坤的那只戒灵没有进去。那家伙竟来到楚风身旁，以一种套近乎的方式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那只戒灵的。话说，她叫什么啊？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说这话的时候，这家伙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见到这一幕，修罗赵坤一脑门子的黑线。楚风为了那只戒灵，差点把他杀了。是个傻子都看得出来，楚风和那只戒灵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他的戒灵居然不知死活。去问楚风这种问题，这不是找死吗？换作往日，修罗赵坤早就开口呵斥于他，赶紧将他叫回来。可是现在，出于对楚风的恐惧，他却连呵斥自己的戒灵都是不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想：我救不了你，因为我都自身难保。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前去作死，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事实上，不仅修罗赵坤为其戒灵感到担忧，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那只戒灵捏了一把冷汗。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楚风不仅没有动气，反而淡淡一笑，说道：“他叫什么？你自己去问他呀。不过，我劝你一句，你最好别打他的主意。”说这话的时候，楚风脸上的笑意还在，可是眼眸之中却闪过一抹冰冷，那目光被那只戒灵完美的捕捉到。正因如此，他顿时脸色大变，随后不再说话，而是赶忙转身进入了传承点内。传承点的门一直开启着，只是奈何这是专属戒灵的地方，除了戒灵之外，楚风等人根本进不去。楚风这次不能算。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是梁秋红月。此刻，那对姐妹俩已经站在了第2个传承点之前，他们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当然不算。楚风说话间便向那对姐妹走去。这第2个传承点已经开启，这同样是一座属于戒灵的传承点，只不过这一次可不再是修罗戒灵师才能开启的了。所以楚风与梁秋姐妹的较量才刚刚开始。